10多年前，我曾买过一款非常小巧的路由器，带一个网口和一个 USB 供电口。这款 WR702N 是我在京东买的第一款路由器。后来 TP-Link 又出了一款稍大的型号 WR710N， 它有2个网口和一个 USB 口，刷机后可玩性更强，它还支持直接插电，出差使用更方便。后来 TP-Link 不做迷你路由器了，这类小路由器变得很贵，直到 Kudi 这个品牌的出现。他们家100多元的 TR3000 路由器我非常喜欢，体积比 TP 的稍大一些，但是性能也强大很多。这款路由器的外观颜色比较少见，它的主体是弧形边缘的长方体，外挂2根活动天线，带一个 2.5G 网口，一个千兆口，一个 USB 3.0 接口。它是通过 USB Type-C 供电的，底部和顶部都有散热开口。目前 TR3000 有2个版本，英文包装的出口版和中文包装的国行版。这2台是我在电商平台随机购买的，我仔细对比了它们的功能介绍、配件以及拆机主板，没发现有什么区别。唯一的差异是 USB 接口的限流电阻从 5.5K 变成了 3.3K。如果你需要接中兴 F50 这类耗电量比较大的设备，请选择中文包装的产品。拆开外壳发现这个小机器的做工用料挺好的，背面一块黑色散热片负责无线芯片的散热，正面的散热片连接所有的芯片， CPU 和无线部分都有屏蔽罩。芯片用的是 MT7981B 方案，内存大小512兆，上方这颗 2.5G 网口芯片是 RTL821B， 背面闪存大小是128兆。它的外壳前部有一根小天线，单频 5G 的，2根白色的馈线连接外置天线，外置天线是 2.4G 和 5G 复用的，所以它的 5G WiFi 也是3天线的方案。实测下来信号还可以，因为支持 2.5G 网口 ，AB 2点的速度很快。C 点的上行速度偏慢，路由器的测试标准相同，测试结果和同芯片的大路由器比没有差多少。它的官方系统功能挺全的，更新也很快，比如25年的系统已经支持了 USB 网络共享，不过这个功能对 iPhone 支持不太好。iPhone 手机开启共享网络后 ，USB 连接路由器，路由器能够连上网，但是测速或者流量大的时候，路由器就会死机，基本不可用。安卓没这个问题。我用 iQOO Neo 9 Pro 测试，它的 USB 接口是 2.0 的标准，手机连接 Kudi 的 WiFi， 实测速度也能跑到300多兆，效果还不错。使用 R106 随身 WiFi 连接测试 ，USB 共享网络也是正常的，测速可以跑到接近300兆。这个系统还支持 Mesh 组网功能，另一款高价的产品却不支持。其他的常规功能可以暂停观看。它的手机 APP 功能做的比较简单。有支持家长控制，但只能限制时间，无法过滤特定应用。接下来，为了更科学的使用路由器，我决定给它刷机。首先需要给它刷2个过渡固件，先点击固件升级功能。如果你的系统也是25年的版本，需要先降级，选择 2.3.2 固件，然后点击继续，等待2分钟左右，重新进入路由器的后台，然后再次点击固件升级，选择过渡固件1，等待3分钟。然后浏览器打开 192.168.1.1， 点击系统备份与升级，选择过渡固件2，然后去掉保留配置的勾，再点击继续，等待3分钟。之后浏览器重新打开 192.168.1.1， 输入密码 password， 点击系统文件传输，上传 U-boot 文件。成功后下方列表会显示文件大小 742.8KB， 然后再点击 TTYD 终端，输入用户名 root，回车，再输入密码 password， 回车，输入密码的时候不显示，然后复制粘贴命令，再回车，这样 U-boot 就刷入成功了。接下来路由器先断电，电脑网线连接路由器的 LAN 口，然后按住路由器侧面的 Reset 按钮，再通电，坚持5秒，再松开 Reset 按钮。此时路由器的红灯常亮，然后浏览器打开 192.168.1.1， 即可进入 U-boot 后台。这个 U-boot 来自 N3 论坛，中文界面3分区，同时支持 DHCP， 我觉得非常优秀。接下来刷机就很简单了，选择114兆的分区，再选择第三方固件，点击上传，再点击更新，等待3分钟左右即可进入新系统的后台。不同系统的后台默认 IP 可能不同，可以通过查看你的电脑网卡自动获取的 IP 地址来判断后台地址。比如说我这个 IP 地址是 192.168.2.1。刷回原厂系统的方法也非常简单，重新进入 U-boot 页面，分区布局选择第一个选项，然后选择 UBI 固件包，
点上传，再点击更新刷入，之后等待5分钟即可。总结：酷底 TR3000路由器采用联发科 Filogic 820方案，体积小的同时信号还不错。它的内存是512兆，带 USB 3.0 接口和 2.5G 网口，在这个价位没有短板。它的原厂系统功能丰富，还能方便的刷第三方固件，可玩性非常高。拿它接随身 WiFi 可以组成 CPE， 利用 2.5G 网口可以做高速的 AP。如果作为家庭主路由器来用，配一个交换机单线复用就能组全屋 2.5G 了。这个机器的价格波动比较大，我的购买价格是130元和153元，我觉得这样的价格下完全可以吹爆它。